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前面的几期节目，我一直在向大家介绍太阳系内的天体。可能早就有朋友按耐不住，想尽早坐着星舰去月球和火星去看看了。也有朋友希望人类应该尽早向其他的行星、小行星发射更多的探测器。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想过，星舰和这些常见的运载火箭，它们是否适合执行行星际旅行这样的深空发射任务呢？想弄明白这个问题，就还得从头说起。其实，包括星舰在内的运载火箭，也像我们常见的公共交通工具一样，有的适合短途旅行，就比如大街上往来穿梭的公共汽车，而有的适合做长途旅行，就比如高速公路上飞驰而去的长途汽车和旅游大巴。公共汽车一般只为乘客提供通勤和短途旅行服务，因此在设计理念和硬件配置上，和那些为满足长途旅行而设计和生产的长途汽车、旅游大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到像猎鹰9号火箭这样的一子级垂直回收、可以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出现以前，按照执行不同的任务，我们可以把运载火箭分成两大类，也就是执行近地轨道发射任务的火箭和执行高轨和深空发射任务的火箭。执行近地轨道发射任务的火箭一般都是两级火箭，所以一般也被称为两级入轨火箭。像长征2号系列运载火箭、联盟火箭、取消了3子级的土星5号火箭都属于这类火箭。另外，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虽然从构型上说可以归类为1级半火箭，但它的助推器其实也可以看作是火箭的1子级，而原来的1子级则可以看成是提前点火的2子级，所以它也能被归入两级入轨火箭的行列。执行高轨和深空发射任务的火箭一般多为捆绑了多个助推器的2级火箭、3级火箭，甚至级数更多的火箭，就比如长征3号系列火箭和完整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还有前苏联的 N1 火箭等等。另外，长征5号运载火箭虽然从构型上说是一款2级半火箭，但基于和前面长征5号 B 同样的原因，您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款3级火箭。当然，也有一些火箭，它们兼具了近地轨道发射和高轨发射的能力，就比如日本的 H2 火箭、欧洲的阿里亚纳5火箭和美国的阿特拉斯火箭等。这类火箭在总体设计上更接近于执行高轨和深空发射任务的火箭，所以我就不把它单独归为一类了。平时我们看到一款火箭的参数，往往说它的 LEO 运载能力是多少吨， GTO 运载能力是多少吨。其实这只是个非常概略的说法，是说给普通的观众听的。真正能够表达运载火箭运载能力的指标叫做地球逃逸运载能力。这个指标包括了地球逃逸能力和在这个逃逸能力下的运载能力这两个密切相关的参数。你也可以把它称为是 C3 运载能力。这里的 C3 表示的就是地球逃逸能力，也被称为特征能量。它表示的是航天器的能量和地球的引力势能的关系。当包括动能和势能在内的航天器的总能量小于地球的引力势能时，航天器就无法脱离地球的引力。当航天器的总能量大于地球的引力势能时，航天器才有可能做行星际的旅行。而且多出来的能量越多，航天器就能在太阳系内旅行的越远。在摆脱地球引力之前，航天器的飞行高度、飞行速度和 C3 的关系，就像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第一个公式那样。在公式里， v 表示的是轨道的速度， r 表示的是轨道的半径，也就是地心到卫星的距离， μ 表示的是地球的引力参数，等于 3.986 乘以10的14次方立方米每平方秒。在摆脱了地球引力之后，就可以用屏幕上所示的第二个公式来计算 C3。在公式中， v 是航天器脱离地球时的实际速度，而 VSEC 表示的是地球引力场的逃逸速度，这个值一般是 11.2 公里每秒。
我们知道，一般发射运行在地球轨道上的航天器时，如果不涉及到像对接这类的特殊要求，发射基本上只受天气、电磁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发射窗口期就可以比较宽泛。但如果是想要向其他的星球发射航天器，就必须考虑发射时地球和这个天体的相对位置关系以及运动关系，发射窗口就要比较狭窄。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在合适的发射窗口期内， C3 值就会明显减少。大家现在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一些常见的航天发射任务所需的 C3 值。当然，对于其他星球，这里的 C3 值表示的是窗口期内的 C3 值。从表格中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通常看到的火箭参数里的 LEO 运载能力，其实指的是 C3 值在-60左右的运载能力，而 GTO 运载能力实际上指的是 C3 值等于-9.5左右的情况下火箭的运载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前往月球，运载火箭的 C3 值的要求也是可以小于0的。这是因为月球依然在围绕着地球运动，并没有摆脱地球的引力范围。而如果想从地球到其他的天体，则需要的 C3 值都是大于或者是等于0。前面我曾经提到， C3 运载能力是和 C3 以及该 C3 下的运载能力这两个参数密切相关的。这句话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降低运载能力， C3 值是能够得到适当的增大的。然而，不管是发射卫星还是外星探测器，航天器都需要为满足特定的要求而具有一定的功能，而想要具有一定的功能，就需要有一定的质量。而且为了实现更多的功能，航天器的质量就越大越好。因此 C3 运载能力就成了衡量运载火箭性能的重要指标。对于运载火箭而言，运载能力往往取决于未来任务载荷的预期。确定了载荷预期，下一步设计师们就要知道火箭的主要任务范围，也就是要确定火箭是主要执行近地任务、高轨任务还是深空任务。任务范围确定了，火箭所需的 C3 值也就基本确定了下来。当 C3 值和运载能力都被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来确定火箭的构型了，也就是确定火箭是2级火箭、3级火箭，甚至是更多级的火箭，以及是否需要助推器。目前在火箭设计中，模块化的设计思路是非常盛行的，所以多数火箭都会通过配置不同数量的助推器来实现相同 C3 值的情况下不同的运载能力。而对于那些高 C3 值但运载能力要求稍低的任务，设计师们还可以通过在火箭上再加装上面级的方法来实现更高的 C3 值。当然，这是要以付出降低运载能力为代价的。介绍完了 C3 值和运载能力对火箭设计的影响，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重要参数对火箭设计的影响。现在假设我们想设计一款一次性的2级入轨火箭，我之所以做这样的假设，只是为了方便，因为即使是3级或者更多级的火箭也没关系，我们也可以把1子级仍然想象为火箭的第1级，而把包括2子级在内的其他部分统统的想象成火箭的第2级。为了在同样的运载能力下最大限度地降低火箭起飞的总质量，也就是提高火箭的载荷系数，我们就要考虑火箭发动机的推力以及比冲等相关因素。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火箭的极简比问题，也就是火箭1子级和2子级的质量之比。因为对火箭总体而言，发动机推力、比冲都属于发动机系统，而发动机系统属于火箭上的分系统，有专门的设计师负责。火箭总体主要负责的还是提要求，而极简比则必须由火箭总体亲自负责。那么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火箭总体，应该如何考虑极简比的选择呢？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火箭的1子级会采用推力和比冲比较平衡的液氧煤油发动机，这类发动机海平面的比冲一般在280秒左右。而火箭的2子级
一般会配备比冲比较高的氢氧发动机。这类发动机的真空比冲往往会超过450秒。更高的比冲意味着在产生同样的推力、维持同样的作用时间的前提下，消耗更少的推进剂。更少的推进剂消耗就意味着二子级的总质量会更小。二子级的总质量更小，也就是极简比计算公式中的分母更小，因此火箭的极简比的数值就会更大。所以对于一次性运载火箭而言，一般是希望极简比大一些。换句话说，就是在整个火箭的飞行过程中，希望一子级多干点活，飞得高点，飞得快点。所以猎鹰9号火箭出现之前的火箭的极简比大多是在6到8之间。但是如果您恰好是一位猎鹰9号火箭的总设计师，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太大的极简比会导致1、2级分离的时候，一子级的高度过高，速度过快。在这种情况下，一子级的回收过程中，减速就可能出现问题。我们知道，猎鹰9号火箭的外形基本上还是传统火箭的外形。一子级在飞行过程中很长时间它就是一个光杆，只是在头部多了4个山壳舵。山壳舵对一子级的飞行姿态的调整有很大作用，而合适的飞行姿态也确实能对一子级的减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山壳舵本身的减速效果是很有限的。另外，山壳舵也产生不了什么升力，不能通过延长一子级的飞行时间来实现减速。因此，想回收一子级，必须的减速过程就需要通过发动机的点火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子级在分离的时候高度过高，速度过快，就需要消耗更多的推进剂来实现制动。由此看来，对于传统火箭这种光杆型的气动布局，火箭的极简比就不适合搞得太高。事实上，猎鹰9号火箭就是这么做的，它的极简比只有5。就这样，在1、2级分离的时候，一子级还要预留 20% 到 35% 的推进剂，以便用于在海上或者陆上的着陆使用。这么算来，真正用于发射的极简比只有4点几。因此，对于一子级垂直回收的火箭，就不希望把极简比搞得太大。换句话说，就是希望火箭在整个飞行过程中，二子级多干点活，一子级少干点，留点力气回收的时候用。这就正好和前面提到的一次性火箭的设计思路相反了。而且一子级少干，二子级多干，也意味着二子级会在很低的高度消耗很多的推进剂。因此，这样的火箭其实是不太适合执行深空任务的，也就是说，它的 C3 运载能力会很低。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提高猎鹰9号火箭的深空运载能力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重型猎鹰火箭。通过在猎鹰9号火箭上再捆绑2个猎鹰9号的一子级，重型猎鹰火箭的深空运载能力就能得到显著的提升。如果重型猎鹰火箭的3个一子级都不回收的话，它的月球转移轨道运载能力能达到惊人的18吨，这其实就是通过提高极简比来实现的。看到这儿，您可能就会问了，那星舰怎么样呢？其实，为了能用筷子回收超重，星舰的极简比比猎鹰9还小，只不过它用了一个更巧妙的方法来解决一子级回收希望极简比小，而深空运载能力大希望极简比大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那么您可能会问， SpaceX 究竟使用的是什么方法呢？没错，就是在轨推进剂补充。V1版的星舰极简比大约是 3.4， 这样的极简比对筷子回收超重是非常有利的。而七飞的星舰是一个 V2 飞船和 V1 超重的混合体，因为飞船上增加了300吨的推进剂，七飞星舰的极简比降低到了 2.27。 这种设计大大降低了超重回收的难度，对筷子回收超重更为有利。按说这种设计应该也能提高飞船的近地轨道运载能力，只可惜七飞的星舰飞船因为推进剂供给系统的问题，最终在空中解体了。否则这次飞试一定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如果未来星舰飞船入轨之后，
在经过推进剂补充，深空运载能力肯定能大幅提升。补充了推进剂之后的星舰飞船，由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高度和初速度，想达到更高的 C3 值也就更为容易了。所以星舰现在真正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如何提高深空运载能力，而是如何能够将更多的载荷送入近地轨道。在这种情况下， SpaceX 的解决方案首先就是进一步降低极简比。根据 SpaceX 自己公布的数据，未来 V3 版星舰的极简比可能会降低到2以下。同时，猛禽3发动机的加盟也会使得超重的推力更大，以适应飞船重量的大幅增加。看来 SpaceX 并没有把提高星舰运载能力的宝全都压在减重上，降低极简比才是他们最主要的提高星舰运载能力的手段。从这点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SpaceX 的确是航天界的另类，他们完全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解题思路。至于这个解题思路是否能走得通，咱们还是拭目以待吧。好，关于星舰的深空运载能力，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